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，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3年的8月23号，今天是星期三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。今天我们来学习语法点。英文 later， 中文有非常多种不同的 expression， 很多种不同的表达。那么有些表达用在过去式，有些表达用在未来式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的了解这些 later in Chinese。好。I want to book this person to travel with. 我想预定与此人一起旅行。我想预定与此人一起旅行。Book 不是应该用在票上面吗？我想裴静，我再想一想好了。这个句子听起来有点奇怪啊。我想跟这个人一起旅行。OK， 好，我再想想看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。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Hello Teresa 好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跑了9384，中文要怎么说？9384。好，9384。好，中文要怎么说呢？9384。OK。裴静，你等一下把直播课完之后，你再传个信息给我好了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中文可能会分成2个句子吧。我想预定机票，我想跟这个人一块儿去旅游，可能会分成2个句子吧。哦，好 ，OK，9384。好 ，Norbert 还有林子9384步，佩霞还有立新9384步，宋平 Samuel 还有裴静9384步，答对了。然后还有 Jonathan， 哇，很多同学 Abella 欢迎哦，罗山 Beer 9384步。还有 C 同学、春娇、Hanny、秀芝、Linda， 欢迎大家汉奸9384步。老师为什么直播这么晚呢？因为老师还要准备材料，所以会准备的比较晚一点哦。平常还要上课，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有时间哦。好，还有好，欢迎各位同学来，就不再念各位同学的答案了。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学习的词汇有后来、待会儿。好，特别注意不要念待会儿，要念待会儿，待会儿。好，稍后。好，这些词汇在英文都是 later， 但是其实它的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用在过去式。OK，these two are used for the past tense。好，用在过去的时间的 later， 我们有2种，一个叫不久后，不久后，第二个叫后来，后来。它们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，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这2个 later 其实意思是不太一样的。第一个 later 是用在过去的事件、过去的时间，但是是没有多久以后，没有很久，没有多久。所以老师说，老师不久后要睡觉了。那这个应该用在过去式，这个人不久后离开了。那我应该这个意思就是在过去的时间没有隔很久，他就离开了。不久后通常用在过去式里面，表示没有很久，可能3分钟，可能5分钟，可能10分钟，可能2小时，没有很久哦。那后来呢？各位同学，后来也是用在过去的事件、
过去的时间，但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，可能3年后，可能10年后，通常是隔了比较久的时间。比较久的时间，可能隔了半年，可能隔了3个月，我们应该都用后来。好几年了，10几年了，应该用后来。如果你用不久后或不久，通常是可能1-2天而已，或者是几个小时、几分钟而已，我们就可以用不久。好，注意哦，这2个 later 都是用在过去的事件中。我们来做题目，他上周感冒了。好，但好怎么样呢？感冒就是 catch a cold。上周 last week 了，康复，康复就是病好了，病好了就是康复。就不久后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我也可以说不久，我也可以说不久后。还有一个 key point，不久后常常会跟就一起用啊，就怎么样？好，不久后就怎么样了？好，常常会跟就一起用啊。好，月莹上周感冒了，但不久后就康复了。答对了，很好。他上周感冒了，但不久后就康复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可能他过2天就好了，可能过3天就好了。那如果你说后来，我不晓得是多久，不过通常是比较长的时间，通常是比较长的时间啊。好，你也可以说，但后来就康复了，那表示可能隔了1个星期吧，或隔2个星期吧，隔的时间可能比较久一点，但是不久后时间没有那么久啊。好，他上周感冒了，但不久后就康复了，答对了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来做一题，公主吃了毒苹果。好，毒就是这个东西，像我们说毒蛇，有的蛇你被蛇咬到，有时候你会中毒哦，所以毒就是英文的 poison 哦，中毒。好，如果你被蛇咬到的话，你会中毒，我们中文说中毒哦，中毒。好，公主吃了毒苹果，那公主就中毒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了昏倒，昏倒就是像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昏倒了。好，就不久后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，不久后就昏倒了。公主吃了毒苹果，不久后就昏倒了。因为你吃了之后，可能1分钟就昏倒了，对不对？可能吃了苹果3分钟，你就昏倒了，你中毒了啊，你中毒了，你昏倒了。所以这里用不久后，这里就不能用后来，因为后来的时间可能比较长，可能10年，可能3个月，你吃了苹果一定马上就昏倒了。哦，马上就昏倒了哦。好，OK，巴卡好像问了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不久后就康复了。好，就通常用在比较顺利的情况，我们不会说不久后才康复，才通常是用在比较复杂或困难的情况。你可能说隔了3年后才康复，表示你对这个情况觉得过程比较辛苦、比较困难，所以巴卡不久后就康复了，这表示顺利的情况，就表示一个顺利的情况，才表示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。但3年后才康复，但10年后才康复，哇，他病了好久，所以我们用才表示一个相反，或者是比较复杂、比较困难的情况啊。好，公主吃了毒苹果，不久后就昏倒了。各位同学，公主吃了毒的苹果，那当然她很快马上就昏倒了，可能3分钟就昏倒了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叫不久后，不可以用后来。后来通常是指比较长、比较远、比较久的过去时间哦。好，对，答对了，非常好。对，这是白雪公主的故事哦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题。爱客善于社交。好，各位同学，社交表示你很喜欢跟人家聊天，你很喜欢去舞会，你很喜欢跟别人相处。
这样的人就是善于社交的人。艾克善于社交，他一名成了演员。后来，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一题用后来，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，但是我觉得艾克成为演员应该是可能3年后，可能10年后，可能甚至20年后，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长、比较久的、比较远的，不是 in a short time，不是啊。好，后来成了一名演员，答对了。后来，艾克善于社交，他后来成了一名演员，答对了。各位同学，请你注意，后来跟不久后可以放在主语前，也可以放在主语后。这题你也可以说艾克善于社交，后来他成了一名演员，也可以。你可以说他后来，你也可以说后来他，可以的。因为这些词汇都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或后面，这些都是属于时间副词 time adverb。哦，好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哦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个 Mickey，艾克善于社交，他后来成了一名演员。汉奸，他后来成了一名演员。Jonathan，他后来成了一名演员。答对了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题。我一开始不喜欢张亮。好，一开始就是 at first，in the beginning，一开始。我一开始不喜欢张亮，你也可以说我起初不喜欢张亮啊，一开始。好，我们也可以用起初啊。我一开始就是起初，就是 in the beginning at first。我起初不喜欢张亮，我一开始不喜欢张亮。好，但但爱上了，后来我，好，各位同学，这题应该蛮简单的。但后来我爱上了他，哇，张亮原来是个好人，张亮原来是个对女生很好的男人，所以我后来喜欢上他了。好，我一开始不喜欢张亮，但后来我爱上了他。答对了，我爱上了他。我真的，我开始憎恨他，憎恨他。好，OK，you mute。但后来我爱上了他，非常好。那各位同学，这里用后来，不是3分钟你就爱上他了，不是1小时你就爱上他了，你可能要花好几个月，你才会爱上张亮。所以这里的后来指的可能是2个星期后，可能是3个月后，可能甚至3年后，是比较长的时间，但是是不确定的。You're not sure when, but sometime in the past。所以这个叫 unspecified time。你不晓得是什么时候，不过不是马上的，你可能隔了3年，可能隔了2个星期。不过注意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件。我一开始不喜欢张亮，但后来我爱上了他，这个是过去的时间了，以前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不久后跟后来通常都用在过去的事情、过去的 event 事情中。好，OK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要描述过去的事情，你可以用不久后来表达一个比较近的过去事件，你也可以用后来表达一个比较久的、比较长时间的过去事件。好，OK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刚刚讲的是 past events，现在我们来学的就是用在未来的事情，我们应该用哪一些 later or in the future。所以现在要教的词汇是用在 future events，用在未来的事件。第一个叫做待会儿，待会儿就是 later or after the moment。你也可以说过会儿，过会儿一般会说过一会儿，你也可以说过一会儿。好，有时候会用过一会儿，你可以用待会儿，
你也可以用过一会儿过一会儿。好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词汇叫以后，以后。那么各位同学，这两个词汇都是用在未来的时间，不过待会儿跟过一会儿用在离未来没有很久的事情。所以各位同学，理查老师待会儿要睡觉了，可能老师半小时后要去睡觉，没有多久，几分钟而已，3分钟、5分钟、1小时、2小时都可以说待会儿。所以我们最常说的是，哎，待会儿见 ，see you soon，see you later，待会儿见，表示可能你1小时后你还会跟他见面，哎，过一会儿见，待会儿见，表示你没有隔很久的时间，在未来可能1小时后你会跟他见面。那以后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比较像英文的 in the future，in the future，afterwards。好，这个一定是用在未来的事情，而且呢，不晓得是哪一个时间，不过通常比较久，可能3年后、10年后、100年后没有那么久，有可能100年后好，另外就是这个以后或者是之后我们可以当做像英文的 after，比如说上完直播课之后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所以它可以当一个连词所以你可以用一个事件或一段时间以后，2小时以后我要去睡觉了。OK，3小时之后我要去睡觉了。好，某一个事件，直播课之后我要去睡觉了，所以可以用个 event 或 time 加上一个以后或之后。好，听不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做题目我们来做题目你就懂了。我现在没空，I'm not available, I'm not free now。现在 now，我现在没空，我现在没时间。好，再待会儿聊吧，我们。好，你可能在工作，你现在没时间跟老婆讲电话，所以你会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空，我们待会儿再聊。很好，我现在没空，我们待会儿再聊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待会儿再聊吧。好，我现在没空，对，我发信息给你就好了。我现在没空，我们待会儿再聊吧。好，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呃，待会儿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，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。我现在没空，待会儿我们再聊吧。我现在没空，我们待会儿再聊吧，都可以放主语前，放主语后都可以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来看下一题。好，这题很简单，待见会，这题太简单了。See you later, see you later。好，你跟朋友说再见的时候，可能你跟你的朋友下午就会碰面了。早上说再见，下午碰面，你就可以说什么？嗨，我们怎么样？好，这题很简单。好，老师再说一次，待会儿或过一会儿的意思就是未来的时间，但是没有离很远，可能才3分钟、5分钟、几小时而已，不会离很远。OK，not long ago not long ago。OK，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如果你下午还会跟这个朋友见面，哎，待会儿见很常用的一个句子，see you later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没问题，太简单了好，那接下来老师告诉你稍后，稍后也是 later，但是它非常的正式，你不会跟你的朋友说稍后见，太正式了，too formal。各位同学，稍后是用在 like in your work, during work, during work or for business use，比较正式的用法，通常是这个销售员或服务员会这样说，稍后怎么样怎么样，通常是电话用语 telephone conversation，电话用语中会用到的稍后，比较正式的用法。平常我们
在说话的时候不会用稍后，我们会稍后见，很奇怪啊。通常用在 Business Chinese 中啊。这位同学，你已经加入我啦。好。各位同学 ，for example， 经理现在不在办公室，好，办公室 office， 经理现在不在办公室，请稍后再拨您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拨是什么意思？拨就是拨电话，其实就是打电话的意思，打电话，请你怎么样？好，拨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意思，比较正式的用法。比较 old school 比较正式的用法，拨 dial 啊 dial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你现在看这个女生哦，她是个客服人员，她在工作，她的工作就是接电话，接客户的电话，所以呢，她说话一定要很有礼貌，要很正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稍后，是一个在工作中、商务中会用到的正式的词汇。你不能说，待会儿，待会儿是太不正式了 ，informal 比较不正式哦。好，经理现在不在办公室，请您稍后再拨。答对了，经理现在不在办公室，请您稍后再拨。答对了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你要打电话给客户，或者是客户打电话给你，你要请他稍后再打电话来的话，你要跟他说。不好意思，请稍后再拨。经理现在不在，老板现在不在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如果你说请您待会儿再拨，听起来有一点没有礼貌，听起来有一点没有礼貌。稍后一般就是用在工作当中的词汇，请您稍后再拨，非常有礼貌的一个用语哦。好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再来做一题，是再说这件，我们以后，好，你也可以说以后我们也可以。那各位同学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，应该蛮简单的，是 matter， 再说 say it again，talk about it again。这件是的量词哦，我们以后好 ，OK。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，可以，可以。不过比较好的答案是这个 Chen 的答案。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呃，in Chinese, if you want to emphasize the object, sometimes we'll put the object at the beginning. 有时候为了强调宾语，我们中文会把宾语往前放，特别是这样的句子里面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，非常的常用。所以各位同学，Chen 的答案是最好的啊。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，没有错，最好的答案是这个。那如果你们说，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，it's okay, grammatically it's okay, but the sentence is not dramatic. I want dramatic feelings. OK，我们会说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，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，听起来没有那个比较是没有错的哦，也是对的，但是可能我不觉得很重要，我可能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，哇，非常母语者的感觉哦，非常的地道。好，我们比较好的答案是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关于这件事，关于不需要了啊，林子不用关于啊。好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好，不用关于啊，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可以，但是听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重要。理查老师觉得你们要多多练习强调宾语的这样的一个语法。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这个想法，我觉得很好。I think this idea is great. 这个主意我觉得很好。Yeah, when we want to emphasize the object, we put i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. OK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为什么这里用以后？因为你不晓得是什么时候，但是不可能是3分钟后，也不可能是2小时后。如果你说以后再说，可能是2个星期再说吧。
过2年再说吧。以后不管是什么时间，反正不要现在说，不要待会儿说，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OK，我们会说以后，in the future。I don't know when, but in the future, we'll talk about it in the future. But not long ago，不是的哦。这个，如果你说这件事我们待会儿再说，那你要注意哦，你可能5分钟之后就要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了。这件事我们待会儿再说，可能你1小时后就要去讨论哦。因为待会儿是 not long ago。So when you use 待会儿 that means maybe you'll talk about it in 5 minutes, in an hour, maybe. But when you say 以后 I don't know when, but sometime in the future. OK， 好，听得懂哦，听得懂。好，我们再来做题目。我希望 I hope， 希望就是 hope 盼望的意思啊。好，北欧，北欧就是欧洲的北部，北欧看极光，哇，极光你们知道吧？Aurora 是不是？极光就是 Northern Lights。好，极光很美，对不对？你在北欧的国家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。好，能去。好，以后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极光呢？像一些北欧的国家，你可以看到极光啊，像冰岛、像挪威、像芬兰这些国家都看得到极光。你也可以叫它北极光，你也可以叫它极光，都可以哦。好，我只希望，我希望就可以了。我希望能去，不对，好，Jonathan，我希望以后能去北极看极光，答对了。好，我希望以后能去北极看极光，答对了。好，我希望不用加逗号哦，Samuel 不用逗号。我希望以后能去北极看极光，答对了，非常好。好，A beer，我希望以后能去北极看极光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一定都想去北欧看极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很忙，你可能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会去，但是你不晓得是什么时候，绝对不会是待会儿。待会儿表示你可能5分钟之后你就要出国了，你就要去北欧了，你就要去看了。所以我们用以后，绝对不是5分钟后，也不是1小时后，可能是 sometime in the future. I don't know when because I'm busy now. Maybe sometime in the future. 我现在很忙，可能我2年后会去北欧吧，可能我5年后会去北欧吧。以后以后。好，OK，没问题，很棒哦。苏英也答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做一题。不过这一题，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哦。这一题我们用的是连词的用法，某一个事件以后，某一个事件之后，或者我们接时间2个月之后2个月以后，理查老师的直播课上完以后，老师的直播课结束之后。OK，maybe that's an event, maybe that's about time. OK，好，我们来做题目。了，离开你以后，我们都很想你，我们很想念你。好，其实想你就是想念你的意思，miss you，miss you so much。好，我们都很想念你，都就是 all，OK，all 全部啊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你离开了以后，after you left，OK，so that's an event，这是个事件。你离开了是个事件，你离开了以后，你离开了之后也可以哦。好，你离开了你以后，离开了你以后，应该是你离开了以后比较好哦。好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，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看彩虹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希望以后我能去台湾拜访老师，没问题。离开了你以后，OK，好，各位同学，刚刚可心也是这样用哦。
好，不是说不行了，离开了你以后，表示是我们离开了那个人。We left the person。你离开了以后，你离开了以后，表示是 that person left。啊，都对，但是离开的人是不一样的人啊。如果你说离开了你以后，离开的人是我们，你离开了以后，离开的人是那个你离开了哦。好，OK。好，听得懂了哦，听得懂，都可以啦，都可以啦，不，但是离开的人是不同的人哦。对，可心说这是我想说的，都可以，没问题，只是离开的人不同啊，离开的人不同，两个都对，两个都对。你离开了以后，离开了你以后都可以，只是那个离开的 object 不一样啊。好，都对，都可以。好，来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支持理查老师，每个月2美元，可以请老师喝咖啡啊。老师现在的胃不好，没办法喝咖啡了。老师现在都喝水了，哦，现在胃不好，年纪大了，胃不好。好，各位同学要支持老师哦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大家最喜欢的考试时间。好，第一题，后来，以后。好，pay attention to the tenses。如果是未来的时间，我们会用什么呢？过去的时间会用什么呢？好，黄先生要开一家鞋店。好，开表示他要开店。我们说，开店就是 set up a store or run a shop。开店就是你要开一家新的生意哦，开店。那他要开的店叫鞋店。什么叫鞋店？就是卖鞋子的店，卖鞋子的店哦。好，后来答对了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看到了要 means will or want to do something in the future。我们看到要，看到将要，看到将会，都是表示中文的未来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挑一个未来的 later。好，我们这边后来是 for the past，以后 for the future，所以我们这题的答案是以后。黄先生后来，不行，不能用后来，因为要表示未来，将要 will be will do something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以后。正确的答案是以后以后黄先生以后要开一家鞋店。以后，好，各位同学，Let's recap。不久跟后来 for the past tense，待会儿，过一会儿，以后 for the future。OK，remember this。OK，我们来做题目哦。来，第二题，后来以后，林子本来住新加坡，好，回了日本。本来就是 originally，本来就是原本的情况。如果我用本来，表示之后的情况改变了。理查老师本来，理查老师本来很内向，那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我变得比较外向了。本来表示原来的情况怎么样，后来又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诶，我好像把答案讲出来了。好，如果你用 originally，that's about the past，right？本来是过去的情况，过去的样子哦。好，本来好。林子本来住新加坡，后来回了日本。这件事情发生过了没有？发生过了。林子以前就回日本了，以前住新加坡，后来回了日本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后来，不可以用以后哦。林子本来住新加坡，后来回了日本，所以林子现在一定在日本。如果你说以后回日本，不能用了，以后回日本，表示林子现在还没有回日本，他现在在别的地方，他还没有回日本啊。所以我们这题的答案是后来 for the past tense。好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听得懂哦。好，林子本来住新加坡，后来回了日本。
好，我本来是个学生，后来变成了一位老师。我本来是一位学生，后来变成了一位老师。我以后要当律师。OK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我本来是一位学生，后来读了研究所，后来读了硕士，读了研究所。我以后还没有发生 for the future，我以后要当医生，我还不是，但是我以后要当医生啊。好 ，OK，最后一题，不久，待会儿，对不起，我回来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什么什么回来，是不久回来还是待会儿回来？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？好，这题很重要，你用错了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啊，会有点奇怪。比如说，待会儿，我本来是军人，后来当了总理，可以。我本来是一位军人，后来当了总理。我以后要当老师，哈，所以都可以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待会儿回来。对不起，我不就回来，我待会儿，不是不久哦。不久通常用在过去的时间哦，不久通常 for the past tense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待会儿回来，很好。对不起，我待会儿，待会儿用在未来的时间，而且离现在不会很久，可能3分钟后、5分钟后、1小时后你就会回来了。待会儿，你也可以用过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我过一会儿回来。哦，通常会用待会儿，待会儿。好，我们正确答案是对不起，我待会儿回来。好，之后跟过后可以代替以后吗？森杰之后比较特别，之后我之后通常应该是用在过去比较多了哦。森杰，我们今天不讨论之后，是因为之后通常是用在这个地方哦。之后跟不久后其实意思是一样的，之后跟不久后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，通常也用在过去的时间啊。不过今天不想给各位太多词汇，之后应该是用在这里，就是表示过去，而且是 not long ago in a short time。OK，之后是应该用在这里的哦。好，OK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。今天的课比较困难，所以各位同学，请你记得用在未来的2个词汇是待会儿跟以后，用在过去的是不久后或者是后来。OK，remember this tip first, and then think about when is in a short time, when is unspecified time. Remember future and the past first. OK，老师再说一次，用在过去的时间 for the past，我们用不久后，还有后来。For the future，用在未来，我们用的是待会儿、过一会儿，或者是以后。先记得这个，OK，先记得这些，因为这些比较常用，先记得这些。好，那么我们明天见，各位同学再见喽，拜拜。